Hello，大家好，这期我们来看莫甘娜酒后哥的一个柱状符文的一个测试哈。他这次的话是有2局的一个莫甘娜，然后看他测试装备，但我感觉他的那个装备效果还是蛮不错的，你们可以尝试着学习或者说摸索一下，根据他的来制定，就是说比如说他第2件选择做的是法爆球，或者说第1件的杀人书你觉得不太适合，你可以换成面具或者什么的，这就是你自己需要去慢慢改进的一个地方。但我们可以看到他前期刷野的思路啊，就是拉野的造成优势的话就是最好的。这里的话一旦拉失误的话就会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就这里面可以看到 WCD 会很慢，所以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情况会刷野失误的。虽然说有点拉脱了，但还行。速度的话也算是赶上来了，1分钟出完上半野区。这里 A 2下 Q 红 buff， 你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连招机会啊，就是那个站位啊那些。这里再放一个 W Q 拉另外一边的石头，因为莫甘娜的 Q 是有禁锢效果，所以他是不会第一时间拉过来。这样如果说不是那种禁锢效果，第一时间拉过来的话，就有可能会拉脱的。细节太多了，哎，队友死了，一个 Q， 但没有打算去抓死对方，没有技能，刚刚。这盲僧的话是直接去打河道穴的，没有打这个红的。下一个惩戒马上就好了的，对方应该会过来，直接收掉这个红。这种多看地图还是有好处的。这盲僧很生气，哎 ，Q 命中了，帮队友把兵线推进过去。哦，阿卡丽直接想越他，有点凶。这边套了一波虚弱，阿卡丽不然的话有机会是秒掉对方，确实很敢操作。像对面这种血量还不走的话，可以直接去的，但对面这波又退了，只收割不抓人。莫甘娜这英雄没办法的，他很难说做到那种说，因为他的技能还有他的整个英雄的玩法，他没办法像一些常规的打野英雄一样去gank别人。如果想抓人的话，必须得带3蓝，就是灵光披风那些去抓，不然的话3红，3黄的话输出有，保证自己后期输出有。这里直接闪现接大招，对面的话如果要出去，必须得接闪现，但这里 Q 空了，给到了小兵身上。就这种就是比较好的一种，就是莫甘娜闪现直接大招开团，然后对方的优势其实并不能说秒掉，但是自己有点上的有点着急，但这里的话好像走不掉了，大树直接过来捆住，这里调整一下键位。那前期的劣势比较大。
像这里面的话还能接着发育，因为它是这里面可以看到酒后哥的话是直接选择做3人书的。这里的话可以尝试去上人路刷一下。哦，那直接单杀了，很强。上路被对面抓了，说实话，这把受害者是双人路啊。这里没招啊，有点打野差距上了，哈哈。这也追不太上。接着刷野。其实，就像你们如果遇到莫甘娜打野的话，可能就必须得打得更稳一些，不能说太想着去防，就更多的需要防止对方去gank你。而且莫甘娜很容易被抢龙的。啊，对面选择互换。只能说莫甘娜这个版本不能像之前那么厉害的刷野。这里直接闪现啊！但对面直接闪现掉了，有点炸了。操作拉满了，但没伤害。像换个英雄，比如说男刀，对方直接都 QA 就死了，甚至都不用大招。但莫甘娜不行，现在莫甘娜确实算是弱势打野，但主要是看一下他的一个出装的想法那些。看看有没有机会，对面挂上惩戒，直接接大招给减速就好了。这里的话有可能被对面反杀了。满血被反杀，哎呦，太离谱了！但换掉对方还是不亏吧，只能这么说。然后下一件装备的话，终于要出来了。看后期以后的，反正我感觉莫甘娜3件套以后就进化了一样，就跟不是。就是不是个，就是完全变了个英雄似的，太离谱了。装备成型以后，哎，他主要还是太吃装备了感觉。卡莎直接来吃野了。哦，这里中单又被逮到了，被逮到了。哎，这里有一个残血的，得等下一波闪现。你就那句话，你就说我有没有抓人嘛？我只是抓不死而已了。真无语了。这种的话，一点一点的把装备给叠起来吧，它只能这样子。下一个装备的话，选择做 CD 书。说实话，我感觉到中后期的莫甘娜，她的大招伤害其实不低，
只不过想要打出控制的话，那个时间太久了，对方很容易就直接闪出去。这里团战的话，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作用。这里控到对面后排，3个人里面秒掉一个。这里再秒一个诺手。可以看到，就2件套以后的莫甘娜可以，就是有操作空间的，特别是有相位猛冲这种。看能不能命中对方，待会儿。这里的话可能得把关键技能给这个辛德拉了，2技能放一下。辛德拉跑得有点快，这样的话对面打野死了，可以直接拿龙，有惩戒的，对面肯定拼场拼不过。对面在这边一直烫 ，Q 上来直接给大招，但被拉了一手，可惜，还是伤害还是太低了一些。这样的话，3输还没那么好叠，他这种刚刚的12层变成现在的8层。还好是死后，就是死掉了以后啊，那个拿到了助攻啊。这个蓝还被对面收掉了。Q 命中可以秒对面的莫甘娜。不是辛德拉，带超燃的话就是可以减少那个技能 CD， 关键一些技能 CD 还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你没带超燃的话，其实他第2下 Q 技能没那么容易，没那么快就刷新出来。其实对面那么大优势，然后这边2条龙，这个逆风其实还好啊，并不是很大。有相位猛冲，直接 Q 再命中，2技能烫，但好像烫不太死。对面西维尔那个确实很给到的大招，那个团队争议太大了。对面辛德拉还没有过来的，刚刚直接被对面秒掉了。那这条龙的话是碰不了了。利用2技能去推兵线，你可以看得到这里面它的被动技能造成伤害可以回血以后，再加上符文的一个吸血效果，它完全是够去吸血的，就可以选择不做那个峡谷制造者。回家，然后把这个班德尔的幻想、奇想吧，还是幻想？这装备我也忘了，反正就是班德尔的那个装备。他这件装备呢，唯一的好处就是对英雄能造成那种更多的灼烧效果，但是就跟面具相差的就是他没办法对小兵造成一个那种效果，所以他清线如果辛德拉玩线上的话，并不适合做那个莫甘娜做他的话，并不太适合线上英雄做这件装备，更多的辅助或者说打野就比较适合，因为你要去吃线的话，面具感觉会更靠谱一些，因为能造成灼伤效果嘛。
可以看到他那个残血以后的那个残血以后有那个法爆球去收伤害才刷的比较快，不然的话，你看他那个班德尔的幻想的话，他对轻兵其实优势并不大，不像那个面具那么舒服，把他的盾给破掉了。龙魂的话，其实这里面大龙可以放，去抢这条小龙魂，这面小龙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哎，抢到了，这把龙魂有了。对面盲僧有点烈了呀，但可以看到这边最后哥的盾永远是给自己呀。这个大龙的话，其实看不了吧？哦，卡莎在那边，哦，卡莎没有打团的。哦，对面辅助在，可以打一套，直接 QW， 那可以直接秒掉这个了。先把他杀了，直接开大招，卡莎进场，闪现接推棒。还好盲僧没有 Q， 应该是，如果盲僧接上 Q 技能是跑不掉了。哦，有个好处就是班德尔的异响就是，他的应该是装备效果吧，他是能破掉那个对面的皇冠的，就王冕。所以如果说你们发现对方中单或者说辅助做了这件装备，你如果是一些英雄想要破掉他这个的话，你可以利用这个来去破掉他的王冕。这里杀人数的话已经跌到30层，移速还是蛮快的。诺手有可能会抓这个纳尔的，哦，果然打了起来。啊 ，Q 没命中，对方推棒好像没有刮到，还好，这个位置很不错，卡在这个口，二技能打出很多的伤害。反向直接把辛德拉给收掉了，但直接贴身 Q， 没有 Q 到，有点可惜了。打这种劲装战士，不让他近身就好了。卡莎被粘住就没办法。对，先把他的红 buff 给拿掉。像这个时候，前期真的看不下去，但你会发现他后面装备起来以后，确实就真的变了2个英雄啊。对面挺想开莫甘娜，莫甘娜一点机会都不给，二技能就只要放就行了，推棒进来，大招吸一口，效果还是蛮不错的。一个 Q 压起身，但没命中，可惜。闪现接惩戒秒掉，那这波团反倒是打赢了。太有想法了，就是他到后期就是啥也不用太多，但就是放个二技能 ，AOE 伤害拉满就随便打了。但有个点啊，这个阵容必须得有前排在。哦，对面还好，卡莎直接抓到机会，这边来单挑大龙啊！哦，日女已经在了。可以看到他这个
吸血，直接全满了，状态全满了。6神以后的装备确实直接就翻了这局。如果对方没有那个做这个王冕的话，可以直接做破盾。哦，完了，这里被找到机会，这里有那个相位，像最后面大招炸出来那个伤害其实还蛮高的，所以这就是我前期说的那个大招伤害其实还蛮不错的。但就是不太好的一个点就是，莫甘娜太脆了，她并不是没办法像那种一些英雄一样。这个是宗师局的，所以他只是拿这种低段位在测试装备，但宗师局你们也可以打出这个效果，就玩游戏嘛，不一定要常规的玩。好，那第1局就结束了，我们待会就可以接着去看第2局的顺风局。那我这边的话就先到这啦，拜拜。